你好，欢迎来到意林读书。今天为你分享的是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。为什么要讲苏东坡呢？中国人有人不太了解苏东坡，但是没有人不喜欢苏东坡。比如说，我们夏天吃荔枝，就说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。我们一到西湖，我们就说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浓妆淡抹总相宜。一到庐山说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即便是遇到最不会念诗的人，你问他苏东坡有什么影响，东坡肉还是不错。所以所有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苏东坡文化的影响。而且大家说起苏东坡的时候，没有人感受到沉重，没有人感受到特别痛苦，都是面带着微笑去体会他带给我们的那种快乐和欣喜。林语堂先生说，他为什么要写苏东坡，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娱乐。他去美国带了好几箱子的书，全是关于苏东坡的史料，因为他觉得写《苏东坡传》简直是一种享受。这是一个美好的生活，不是一个学术的活动。苏东坡之所以能够被大家喜欢，在我读完了整本书以后，我的感觉是第一个胜利是来自人文主义的胜利。苏东坡是一个好人，他这一辈子虽然也当过官，也被纠缠到政治的风波当中去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害过人。其次有幽默感，然后有才华。苏东坡的才华大到什么程度？我们过去说苏黄，指的就是苏东坡跟黄庭坚两个人都会写词，写得非常棒。说苏辛，苏东坡跟辛弃疾。我们还会说苏欧，苏东坡和欧阳修。写散文也能写进唐宋8大家。我们说画画，苏东坡跟米芾整天在一块配合，米芾是他的小辈，一天到晚给苏东坡题字。在任何一个艺术的门类当中，苏东坡几乎都能够做到顶级，这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。那么读这本书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我们过去学苏东坡的诗词都是单摆副歌的，一首诗跟一首诗按照顺序排下来，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写的，你也不知道顺序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你整个了解了他的人生，你知道他在什么情境下写了这样的诗词，你会更喜欢他。那么我们先来讲一讲历史背景。苏东坡生于1036年，那个时候是宋仁宗景佑3年，他经历了几朝皇帝。林语堂先生有一个简单的概括，宋仁宗叫做宋朝最好的皇帝，这个人励精图治，能力也很强，明君。接下来宋神宗是一个心地善良、野心勃勃的年轻皇帝。在宋神宗的时候，就是王安石变法的那个时期。王安石在宋仁宗手里边不被重用，宋仁宗不喜欢王安石，但是王安石说动了宋神宗，一起进行了王安石变法。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是整个北宋国运的一个转折。接下来到宋哲宗，林语堂先生的原话叫18岁的呆子。这时候是张敦他们当道，后来苏东坡他们这些人都被打击了。你知道，在苏东坡刚刚去当官的时候，就是宋仁宗的那个年代，群星璀璨。那个时候政坛上活跃的都是什么人呢？范仲淹、司马光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东坡都是那个时期的人。苏东坡去当官的时候，在整个朝堂之上，这些人是一股正气。随着王安石变法开始，越闹越厉害，最后到张敦的这个时候，所有的这些能退隐的就退隐，该去世的也去世了，大量的人就不干了。1101年，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，苏东坡去世，享年65岁。同年的时候，苏东坡是在四川眉州，他的祖父叫苏洵。生苏东坡的时候，苏洵63岁。我们想三苏在同一家里出现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，三苏一个大家里编出来，他们的爷爷和爸爸，你亮不是以为苏洵的爸爸应该是很有文化的人，但他不识字，这个姥姥苏不识字，酒量大，酒品好，为人特别好。苏东坡的爸爸在生苏东坡之前也不怎么读书。你知道家庭教育是个很有意思的事，我们总是以为家教越严越好，但是你知道苏洵是怎么说他儿子的呢？大家都说你儿子不读书，你看怎么办？
苏洵说：“这个我不发愁。”老爷子很宽松地在管理他的家庭。结果苏洵在27岁得了苏轼，不知道为什么得了苏轼以后，苏洵开始认真读书学习。为什么大家说苏东坡是文曲星转世呢？他来到这个家里边，连他爸都影响了。他爸就开始读书了，打算考取功名，结果考不中，他每次都考不中。根据林语堂的研究说，苏洵考不中大概是写诗不行，因为写诗这个东西需要童子功。像咱们现在开始学写诗，基本上就是打油诗，你能把那个合辙押韵搞明白就不容易了。所以苏洵是27岁开始学习的，写散文可以，写诗不行，所以总是考不中。苏东坡的弟弟叫苏辙，是那个车的前边，辙是后边，辙是后边的印子。所以你看这两个兄弟多好，一个在前面走，一个在后边跟着，两个人好了一辈子。苏东坡写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我们很多人觉得说情诗，什么千里共婵娟，一想到这个就是情诗。不是，是怀念他弟弟，给他弟弟写，两个人感情特别好。6岁苏东坡开始入私塾，10岁就开始写诗文。这个苏洵有一点好是什么呢？苏洵坚持朴实无华的文风，说点大白话，写点轻松的文字，让别人能看懂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发自内心的感慨，这才是好文章。这个押对了，因为当时在文坛上盛名最高的是欧阳修。欧阳修当时在做一个改革文风的运动，所以欧阳修特别欣赏三苏的文章，这就是他们一家子的机遇。我们过去看很多小说或者是传说，都有个苏小妹，你们记得吗？说苏小妹跟苏东坡两个人写诗，互相骂人。林语堂就特别认真的查了特别多的资料，发现没这人。苏小妹是一个虚构的人物，但是苏东坡有一个堂妹，这个堂妹很有可能是苏东坡的初恋，但是因为都姓苏，不能结婚，所以苏东坡心中就永远都记挂着这个堂妹。后来准备要应试了，童年的时候在四川读书，这个都很正常。在出来应试之前，他们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先结婚，因为你一旦出去应试，你结婚就是个很麻烦的事。18岁苏东坡结婚，娶了王弗。王弗当时15岁，比苏东坡小3岁。子由，也就是苏辙16岁，同时成亲。16岁成亲，也娶了一个比他小2岁的妻子。他们在出川之前去拜见了一个人，叫张方平。张方平是当时的大官，跟苏洵的关系很好。张方平跟苏家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很多年以后，两家是世交。当时当官有2种途径，一种途径是考取功名，然后参加乡试、殿试，最后当进士、中状元等等。还有一条路是推荐，有一个特别牛的名士推荐，说我觉得他特别好，这样也可以当官，所以苏洵考了那么多次考不上。苏洵说算了，我也别考了，我找人推荐吧。苏洵就去找张方平，他们在张方平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张方平跟欧阳修的关系并不好，但是硬着头皮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。后来苏洵还找了别人都写了信，所以欧阳修在京城就接见了他们几个人。3个人到了当时的东都开封。你们知道北宋有4个都城，东都叫开封，这是皇权集中的地方，皇帝都在东都开封府。西都是洛阳，更靠近西安那边那个方向。南都是商丘，都在河南，所以河南在北宋太重要了。北边不叫北都，北边叫北京，北京不是今天的北京，是大名府，是产香油的那个地方。他们当时住在东都，住在黄都里边，考试非常轻松，这兄弟俩一考就考上了。苏东坡写了一篇文章，当时叫《为政的宽与简》，就是这么一个主题。写完以后交上去，那时候写文章是很认真的，你不能自己写，你自己写一篇文章，写上去以后到一个机构，那个机构里边由工作人员重新抄一遍，怕你的笔记被主考官认出来，重新抄一遍，再拿给这个主考官看，主考官来点。如果说
我点中了你，那么咱们就建立了一种门生和老师的关系，这是一个终身的关系。欧阳修当时看到苏东坡这篇文章，说这文章写得太好了。他心中很清楚，他觉得这是我的朋友写的。谁呢？曾巩。欧阳修认为这是曾巩的文章，但是欧阳修为了避嫌，说既然是我的朋友，不要取第一名了，给个第二名吧。结果放榜出来，第二名是苏东坡。苏东坡当时被欧阳修看中，然后得了这个叫进士及第，然后苏辙大概考了13名，也是很不错的成绩。然后兄弟俩就在这儿等着，等到第2年殿试，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都没什么事干，就在京城跟大家交流认识，开阔眼界。因为那个时候只要你有好文章，你混起来是非常快的。文章就是硬通货。你知道欧阳修对苏东坡喜欢到什么程度？欧阳修经常看苏东坡的文章的时候，跟周围的人讲，我喜极而汗下，这个年轻人写的文章，我一读浑身冒汗，我觉得这写得太好了。欧阳修说，我要退让此人，使之有出人头地的余地。我得退开了，这人绝对把我赶走了，我要给他让路，跟他的子孙们讲，你们知道30年后无人再谈及老夫，就是30年以后没有人再会提欧阳修，肯定都是说苏东坡。欧阳修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他能够识人善用，而且还勇于给人家让位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了不起的精神。后来在等待殿试的过程当中，苏东坡的母亲病逝了，母亲病逝他们就得回乡，3个人就回到了故乡，回故乡给母亲办丧事，办完丧事以后也守完了孝。在1059年的时候，他们第2次出川，这一次走的是水路长江三峡。我们知道现在看三峡你看不出来了，那个水面都特别平特别阔，过去叫做瞿塘峡、巫峡、西陵峡，那都是要命的事，就等于你要过一个峡，你就要焚香祷告，然后你就要给那个船夫就要买吃的买酒谢谢他，因为救命之恩，特别多的船就直接撞在大石头上就完蛋了。所以苏东坡在那地方写了很多的诗，他这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第1个儿子，然后跟着自己的弟弟还有弟媳还有自己的妻子老父亲一块走三峡。在1059年再次抵京，这次就在开封买了房子，仁宗殿试看了他们的文章，仁宗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跟周围的人讲，我今天已经给后代选了2个宰相，2个宰相就是苏氏兄弟，他觉得这2个人是宰相之才人。仁宗是很棒的皇帝，这时候苏洵也得到了官职，确实没有经过考试，让他当校书郎，给东坡派了一个官职，是凤翔府判官，到陕西去当官了。从开封出发往陕西走，本来苏辙也派了一个外地的官，但是因为老父亲一个人在京城，所以他就选择说不要离开，在京城陪着老父亲。兄弟俩感情很好，苏辙送苏轼一直送到郑州，从开封一直送到郑州，最后离别，这是2兄弟人生第1次离别。苏东坡写了很长的诗来纪念这件事，其中有一句特别好，他说登高回首颇陇阁，唯见乌帽出覆没，画面感看到了吗？就是山隔着远远的看，他不走，远远的看着苏辙越骑越远，那个乌帽一会儿冒出来一会儿下去，这样走掉，这是兄弟2个人的人生第1次离别。苏东坡跟他的夫人一块赴任，苏东坡有一句话，他经常跟别人吹牛，他说我这人好处是什么？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老舍乞儿，在我眼中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。他跟谁都能聊到一块儿，觉得玉皇大帝也行，底下的这个要饭的也行，都能聊得很好。他的老婆就很担心，说你这个样子，你分辨不出坏人来很危险的，因为有的人他是坏人，你也把他当好人，最后就会出很多的问题。所以他老婆经常垂帘听政，他在前面跟人说话，结束之后他老婆跟他讲，这人你要小心，这人是坏人，小心。苏东坡在那认识了很多人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张敦。张敦也是一个年轻的官员，有一次跟苏东坡在山中游历，游历的时候就看到对面有一块漂亮的石壁，很好看。苏东坡说，
这个的真是应该提个词。你看那时候的人也喜欢到此一游，但是中间隔了一条深深的长剑，过不去。苏东坡说算了，这过不去你怎么提呢？他没法提。张敦说没事。张敦弄木头搭了一个独木桥，然后自己平衡地走过去，又攀爬着一个藤，爬到空中，扭头问苏东坡说：“你来不来？”苏东坡说：“我不去。”张敦拿笔刻苏轼张敦有此，就留了这么几个字回来。回来以后，苏轼当时感慨跟张敦讲：“总有一天你会杀人的。”当时苏东坡就看着他说：“总有一天你会杀人的。为什么？说你不顾自己的生命，你自己死你根本不害怕，因为那底下是万丈深渊，下去就完蛋了。一个不顾自己生命的人，也不会顾及别人的生命。所以他认为张敦将来总有一天会杀人。后来血流成河的这个原因就是张敦当了宰相，所以苏东坡当时的眼光是很毒的。苏东坡有一个事业上的搭档叫陈太守，陈太守跟苏东坡意见不是很合，但是为人也很正直，两个人经常会吵架，但是人都是好人。陈太守有一次请苏东坡写一个灵虚台记，他建了一个高高的灵虚台，都知道苏东坡会写文章，说你给写个灵虚台记。苏东坡这个家伙就写文章讽刺人家，就在这文章里讽刺陈太守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结果陈太守了不起，陈太守说没事，原文照样刻在那个石碑上，就给他刻下来，全部保留下来，说明这个人气度很高。1064年5月的时候，他的第一任夫人王弗去世了。这时候他很年轻，结婚以后10年王弗去世，两个人感情其实一直很好，因为苏东坡很尊重他的妻子，他妻子还给他提很多的建议。所以又过了10年以后，苏东坡写了那首非常著名的诗：10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死两字难忘。大家知道那首诗里边为什么会有夜来幽梦忽还乡这样的词句呢？因为苏东坡在回乡给王弗和他的父亲苏洵办完了安葬的事情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过眉山，所以他会说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正梳妆。那为什么说料得年年断肠处，明月夜短松冈呢？因为苏东坡在他父母的陵墓的周围种了3000棵松树，所以明月夜短松冈这是有出处的。1065年5月王弗去世，1066年4月苏洵病逝。这时候因为父亲去世是大事，他们必须回川去居丧，然后居丧期满以后，苏东坡娶了王弗的堂妹叫王润之，这个夫人陪苏东坡的时间最长。1068年他们居丧结束以后，离开四川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没有回去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从此以后苏东坡就将卷进整个政治斗争当中。回到了京城，首先面对的就是王安石变法。各位知道中国历史上一共有4次大的变法，甚至都可以说很惨烈。第1次商鞅变法，第2次汉武帝变法，第3次王莽变法，第4次王安石变法。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什么？我们以前不太了解，林语堂先生总结说，他在推行叫国家资本主义。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？王安石以前在地方上当过太守，他当地方太守的时候干得很好，地方财政非常充足。王安石善于赚钱，他觉得政府如果能够赚钱的话，国库就会充盈。国库如果充盈，我们就不用跟辽国求和，我们可以打仗。我们为什么每次给他那粮送钱呢？因为我们这边有充足的获得钱的能力。有一次在朝廷之上，王安石曾经跟司马光展开一次激烈的辩论。因为当时国库空虚没有钱，王安石就说是因为你们不会理财，所以才导致我们国库空虚。司马光说你怎么理财？钱一共就那么多，要么在国库，要么在民间，你不就想把民间榨干了给国库吗？王安石说不对，钱是可以生出来的，可以挣更多的钱。两派有非常不同的分歧意见。王安石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行为，他从21岁到46岁这当中25年的时间，拒绝了无数次升迁的机会。
每次朝廷因为王安石文章也写得很好，诗句也写得很好，也是非常有名的人物，说王安石你回京当个大官，不去，我觉得在地方上干得挺好，我还要继续努力。所以当王安石回到京城的时候，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人都期望看到的传奇，说这个人终于回京愿意当官了，他一定会施展抱负，他给自己包装出了这么一套特别棒的政治的基础。后来仁宗皇帝去世以后，英宗皇帝因为时间很短，只有4年，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。到了神宗皇帝上任的时候，20岁的年轻人励精图治，说你愿不愿意到京城来当官？可以。这次王安石答应了，46岁回京。回京以后，跟皇帝面对面彻夜长谈，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。王安石特别会做事，他先给皇帝种下了一个影子。他说，古时候的明君虽然是明君，身边也有小人，阻挠改革的人是很多的，就算你是尧舜之才。你知道尧舜那是很厉害的君王，尧舜身边还有4兄，他把这4兄的影子植入到了年轻皇帝的大脑当中。所以在后来司马光、苏东坡这些人只要站起来一反对，皇帝首先脑子里想到4兄。所以当王安石做足了皇帝的工作，让皇帝对于变法心中已经有了热切的期盼的时候，他们开始在北方开战，跟少数民族开战，然后在内部进行改革。他所要追求的一个方向叫做钱平。什么叫钱平呢？就是民间有很多富户特别有钱，有很多穷人特别没钱，把这个钱平摊到普通的老百姓，这个国家不就强大了吗？那么怎么让这些富户不能够赚钱呢？国家来赚，原本这些富户赚的钱由国家来赚，这里边最重要的赚钱的方式就是青苗贷款。因为古代的人都会有青黄不接的时候，青苗刚长出来，然后粮食不够吃了，这时候需要有一笔钱进行过渡。过去都是在乡里乡间凑，放一些高利贷，或者找当地的一些有钱人，你需要的话你就去借贷。王安石说不许借贷，民间借贷一律停止，全部换成找国家借贷。所以最后变成了地方官员为了做政绩，逼迫老百姓必须贷款。贷款的利息高到什么程度？第一次还款的利息就是30%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贷款的数额。到最后很多老百姓连耕牛都杀了。你知道耕牛在中国古代这是劳动工具，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。耕牛杀了卖掉，就为了还这个贷款。因为不还上贷款牢狱之灾，所以王安石脑子里边想象的那个改革的方法，觉得是为老百姓好，结果路上很多老百姓饿死，有大量的老百姓流离失所，还有很多人被抓进监狱。王安石当了宰相以后，中间所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都被大力的打击，尤其是御史台案。当时御史的责任就是上表，御史就是要弹劾，很多御史写东西都被他们流放，都被赶出去。最终导致王安石下台的是一个叫郑霞的人。郑霞官不大，是个小官，但他有机会向皇帝进谏。郑霞没有写文章，郑霞画了一幅画。郑霞从宫门口过的时候，把宫外头这些老百姓在那儿被鞭打，带着镣铐，然后杀耕牛的这些事画成了一幅画，拿进去给皇帝看。神宗皇帝是个好皇帝，看到这幅画，因为年轻皇帝想干好事，他哭了，难过了，说我干这个变法，我是希望老百姓有饭吃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慢慢的叫停了青苗法，这就是王安石变法整个的大背景。结果结束以后，苏东坡说，算了，你把我派到杭州去吧。这时候苏东坡当了杭州太守。苏东坡第一次到杭州，杭州应该算苏东坡真正的第2故乡，他最喜欢的城市就是杭州。苏东坡到杭州写的最有名的诗大家都知道，叫做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，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在杭州这段生活，苏东坡过的是相当愉快的，有很多文人雅士。除了这些愉快的生活之外，苏东坡当然要干很多的事了。比如说
他写了很多记录当时老百姓穷苦生活的诗，这种诗一般大家流传的都不多。有一首诗的节选是：卖牛纳税拆屋吹，绿钱不及明年积。牛也卖了，屋子也拆了，饭都不做了，思虑很浅。为什么呢？明年能不能吃上饭，想不到那个时候先把税交了再说。你不还这利息，你今年就过不去。你看，就这一句诗，就把王安石变法带来的惨状写出来了。官今要钱不要米，西北万里招枪儿。以前老百姓是什么？我可以交米，我没钱，我交米给你。但是当王安石的办法是，今年如果米贵我就收米，今年米贱不收米，收钱。这时候你发现为什么要收钱呢？西北地区在打仗，重开战火，一重开战火，整个老百姓的负担就大幅加重，这就给苏东坡后来倒霉埋下了伏笔。他写了很多批评当时时政的这些诗，因为他当时这个人就这个习惯，他不写诗不舒服，遇到什么东西，他跟他的弟弟讲，好像嘴里边有了一个脏东西，有个苍蝇蹦到嘴里，不吐不快。你必须得把它写出来，才能够让自己的心理平衡。后来苏东坡被调到山东密州的时候，在那儿写下了水调歌头，就是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这是在山东密州写的。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弟弟跟他离得也不远，也在山东做官。没多久他又调到徐州做徐州太守。如果去过徐州的话，你会知道徐州有一个黄楼，这个黄楼就是苏东坡修的。苏东坡这一辈子抗洪救灾没少干事。为什么叫黄楼呢？金木水火土，土属黄，所以用黄色的楼代表土性来镇水，这是为了抗击水灾。这时候苏东坡的文明已经大盛，就是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人，大量的人投书给他说要做他的门人。最有名的叫苏门四学士，我们说秦观、黄庭坚、张磊、晁补之都是他门下的学生。倒霉的事情在1079年发生。1079年的时候，苏东坡在湖州，上边给他了一个嘉奖，给了一个嘉奖以后，苏东坡给皇帝写了一个谢恩表，在谢恩表里边还写了几句说那些朝廷小人那些话，结果这些话被人挑出来，一条一条的逐条的挑。因为古时候叫欲加其罪，何患无辞，就是如果我从一个文人的诗句里边，我要想挑点毛病出来，那怎么联想都能够联想得到，找了特别多的原因说苏东坡有意谋反，甚至最后盖的是有意谋反的帽子。皇帝说苏东坡怎么都不会谋反，他对朝政不满倒是有可能的。然后在1079年7月28号，苏东坡在湖州被逮捕。进了监狱以后，苏东坡跟他的儿子苏迈约定说，如果没事就送肉，如果外头有事恶化就送鱼，就如果送来的饭是鱼，完了，这就是要杀头，要出事了。结果有一天苏迈有事没去送饭，就嘱咐别人，你给我爸爸送点饭去。那人不知道这暗号，就送了鱼过来。苏东坡一看，完了，这下死定了，这要杀头。苏东坡就写了2首诗给他的孩子，然后给他的弟弟，给子由写了2首诗，把这2首诗交给那个狱卒说，麻烦你送给我弟弟。完了，这死定了。这2首诗写的是忠君爱国，就是把他所有对皇帝的愧疚，觉得自己真不是个东西，一大堆的事全部都写完了。那苏东坡写的东西是要往上交的，然后一层一层交上去，交到皇帝那儿了。皇帝一看大为感动，说这苏东坡肯定没问题。到了10月份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，这是苏东坡跟别人讲的故事。他说他在监狱里边躺着，突然监狱门打开，进来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拿了一个枕头放在苏东坡的旁边，躺下就睡，也不说话，就在那睡觉。苏东坡看这是怪人，也不敢跟人说话，睡了一晚上。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，那个人起来拍了拍苏东坡的肩膀，说恭喜你，你没事了，就走了。这个人是皇帝派来的，皇帝派一个人跟苏东坡睡一觉，就问这个人说他晚上能不能睡得着，
如果苏东坡辗转反侧睡不着，心里边有鬼，这事就大了。但是苏东坡鼾声雷动，睡得很好，回去跟皇帝一讲，皇帝说于心无愧，没事。所以当时你知道，整苏东坡的那些人希望给苏东坡定特别重的罪，这个最严重的程度是可以判死刑的。宋朝虽然很少对文人判死刑，但是当时的那个敌人已经下了杀心了。最后判下来是什么呢？皇帝高高的举起了棒子，轻轻地落下来，在11月29号判说贬到黄州。一说黄州，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开心，因为这时候苏东坡才会诞生，他之前都不叫苏东坡，他之前叫苏轼，到了黄州他才叫苏东坡的。黄州就是我们今天的黄冈，出高考状元的地，任团练副使。团练副使就是你不能签字，你没有签字权，但是你也是个当官的，你不能出黄州地界，这是给他的一个小小的要求。苏东坡到了黄州，成为了东坡居士。他有一块地，那个地方叫东坡。东坡居士，他真的成了一个农民，每天开荒种地，没什么钱。没钱怎么办？苏东坡把他一个月所能够花的所有的钱分成30份，每份150个钱。150个钱也没多少，就刚好够今天吃饭，大概拿绳子一穿，吊在房梁上，就是房梁上吊30天的钱。每天出门拿个杆子取一串，他说如果不这样做，迟早花光了，一定是每天就150个钱。他就这么出去过日子，特别缺钱。但是这时候苏东坡慢慢变得成熟起来。标志是什么？他对不同的人学会说不同的话。比如说他给他的好朋友陈造写信的时候，言辞就很激烈，就会写很多这些愤懑之词，写完以后告诉他说赶紧烧了，月后即焚，赶紧烧了。但是苏东坡写的东西是没人愿意烧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愿意留着，连上面写着说读完就烧，他也不烧，都留着，到现在都是资料。当时张敦还是他的朋友，给张敦这样的人写信，就写得义正辞严，说我今天真的是要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，唯有皇恩浩荡不能报答，就都写这样的东西，所以慢慢的变得成熟起来。怎么证明他是农夫？他说去年东坡10瓦砾，自种黄桑300尺，今年一草盖雪堂，日至风吹面如墨。雪堂很有名，苏东坡住那个地，他自己起个名叫雪堂，多有意境。东坡是一块荒地，他把那块荒地慢慢的拾掇起来，然后慢慢的种地，真的是过上了农夫的生活。而且不是我们想象的，如果咱们拍苏东坡的电视剧，在这一段的时候，苏东坡永远是短衣打扮，就是他不穿长衫了，穿长衫是文人的标志，他穿的跟农夫是一模一样的。在黄州的时候，朝云给苏东坡生下了一个孩子。朝云是苏东坡在西湖杭州收的一个丫鬟，这个丫鬟后来就升格做了苏东坡的妾，给他生了一个孩子。生了孩子以后，苏东坡还为这个孩子写了一首诗，这首诗很有名，说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，唯愿我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就是笨一点没关系，最好是无灾无难就好了。但是事与愿违，朝云的这个孩子只活了10个月就去世了，夭折了。苏东坡在黄州做了很多好事，比如说他发现老百姓不会吃猪肉，苏东坡就教当地的人做东坡肉。他的东坡肉就是在黄州这个地方发明的，然后离得不远就是赤壁，他就跑到赤壁去玩，写了前后《赤壁赋》。苏东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，在《赤壁赋》里边体现得很清楚。他说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，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？无主，江上的清风和山上的明月，谁是主人呢？无主，归谁呢？贤者得之，谁有闲就是谁的。你说门头沟那山是谁的？谁今儿去就是谁的。你有闲，你才能够获得山间之明月和江上之清风。苏东坡在这个地方写了特别多了不起的文章，包括前后、赤壁赋、
还有我们在《寻人不遇》里曾经引用过这首词：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夜阑风静胡文平，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这首词写完了以后，把当地的太守给吓坏了，因为他最后一句叫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太守说：苏东坡跑了，你赶紧找人追。为什么？因为规定了他不能够离开黄州，所以太守就特别紧张。苏东坡在黄州还有一段时间，可能是得了病，然后有点感染之类的，有10几20天没有出门。没有出门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京城的人得不到苏东坡的文章和诗句。那时候的传播，我不知道怎么实现的。苏东坡在哪儿写诗，过不了几天，京城的人就都知道，而且京城的人就开始争相传送互相抄，然后一直送到皇帝手上。仁宗皇帝在世的时候，当时宫里的人就讲，只要看到皇帝吃饭的时候停住，就是筷子拿在手里边不动。放心，一定是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和诗句，他就不吃饭了。所以他的作品是当时最重要的娱乐活动，所有人都等着苏东坡写诗寄过来。有10几天的时间，苏东坡不出门，没有新诗产生，结果京城的人慌了神。后来就有传言说苏东坡死了，苏东坡在黄州已经死了。那天神宗皇帝正在吃饭，听说苏东坡死了。神宗皇帝说，以后不复有此等人才，推了桌案走了。皇帝为他不吃饭，这顿饭都不吃了。他在京城还有很多当大官的朋友，听说苏东坡死了，到他们家去哭丧，去奔丧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苏东坡又有诗写出来了，才知道假的，没死。他的影响力有这么大。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，除了写了《赤壁赋》，大家知道的前后，《赤壁赋》之外，还有我们讲的叫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一尊还酹江月也是在这儿写的。咱们说的豪放派的典型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都是在黄州写的。所以你说黄州多重要，苏东坡就在这儿才成为苏东坡。还有一首小品文叫做《继承天寺夜游》，这个特别能够体现苏东坡写文章的风格。我在今天用咱们的语言念出来，你都听得懂，但是当时就特别清新。他就写他半夜睡不着觉，突然跑出去走了一圈。他说，元丰6年10月12日夜，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，念无与乐者，随步至承天寺，寻张怀民，怀民亦未寝，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，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2人耳。你看，非常清新的一篇夜游的散文，成为千古的名篇，就是把我们那种晚上夜色清凉如水，然后看到竹影在地上斑驳的环境写出来了。除了写文章这些事之外，他要干活。苏东坡在黄州干的最重要的事是做了一个慈善机构。因为当地很多人生完第3个孩子之后，剩下的孩子都杀了，养不起。老百姓养不起，就有很多弃婴，城墙底下特别多的弃婴。苏东坡于心不忍，他就搞了一个福利院，找了当地的很多寺庙一块帮忙管理财务，让有钱的人捐款，把很多弃婴养在他那儿。他大概养了几10个弃婴，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。然后写了很多文章，劝大家不要杀死孩子，孩子多一点，艰难一点也应该养下来等等。这是一个绝对具备人文精神的人。来讲讲乌台诗案。乌台诗案为什么大家这么清楚？这里做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是陆游。陆游比苏东坡大概晚70年。陆游详细地记录了整个乌台诗案的经过，而且有很多文献资料就是当时审问的时候全都有记录。最有意思是什么呢？苏东坡写的每一首诗都有特别多的典故，一般人读不懂，因为他翻案了。翻案了就把苏东坡摁在那儿，说你给我讲，这里边哪个案例讲的是什么？这里边用的什么典故？所以在乌台诗案的那批诗里边都是苏东坡亲自讲解的。人家审问他，他不得不说，把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的典故
全都写得特别清楚，这是非常好的教大家写诗的，叫做案卷资料。这个是被陆游整个记载下来的，所以乌台设案之后，到了东坡成为东坡居士。苏东坡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他很满意。他觉得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当老百姓，种地种一辈子非常好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从此以后，他的人生开始漂泊无定。等王安石退隐去世了以后，皇太后上来了，苏东坡这一辈子受到所有皇后的喜欢。他每次运气好，都是因为皇后帮他的忙。新的皇帝只有几岁，所以皇太后摄政。皇太后摄政就把苏东坡调出来，说接着当官吧。这次进京以后，皇太后接见他。皇太后说：“你知道你怎么能够翻身的吗？谁救了你？”苏东坡说：“肯定是皇太后，您对我好。”皇太后说：“不是，不是我，是先帝，仁宗皇帝。”他就把仁宗皇帝怎么对他好这件事都说了。苏东坡跟皇太后不能叫相拥而泣，是两个人各自垂泪怀念先帝。苏东坡在这段时间里边影响力特别大，他负责给皇家起草各种文件。苏东坡写文件写得又快又漂亮又有说服力，这人特别会写，留下了大量的政府文件。一直到苏东坡去世以后，有一个人替代苏东坡的职位，也是干这个工作的。这个人就不服气苏东坡，这人就有一次问老部下，是苏东坡的老部下，说：“我写的文章跟苏东坡真的特别大差别吗？我觉得读起来也差不多呀。”那个老部下说：“是差不多，你写的跟苏东坡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唯一的区别是他从来不查书，你写的查字典，你得翻，你弄半天找字眼。苏东坡拿起笔就写完了，这就是区别，文豪跟普通人的区别。”那段时间里，也是朝云一直在苏东坡的身边。朝云为什么对苏东坡特别重要？因为这个人有文化，而且有幽默感，跟苏东坡特别投脾气。有一天，苏东坡问全家人吃饱了，往那儿一坐，拍着自己的肚子。苏东坡肚子大，拍着肚子说：“你们各自说说，我这肚子里有什么？”儿子们就讲一肚子学问，一肚子才华，一肚子诗文，讲了一大堆，苏东坡都不满意。朝云在旁边讲一肚子不合时宜。苏东坡说：“这个说得好，我这一肚子不合时宜。”所以朝云跟他的感情特别好。苏东坡虽然无心搞政治，但是政治饶不过他，所以那个时候有朔党，就是朔州那么一派的；洛党就是洛阳这么一派的；蜀党就是四川这一派的。蜀党的头是谁？蜀党的头就是苏东坡。苏东坡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说：“怎么还有蜀党？”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。但是大家把他认为是蜀党这个头，所以斗争也是非常激烈。一个人如果受到最高层特别高的重视，他一定会成为底下的官僚集团的众矢之的，因为你挡住了别人的道路，你给别人造成了威胁。后来苏东坡在1089年的时候给皇太后写信说：“派我回杭州，我在这儿实在待不下去了，我太想回杭州了。”1089年他再次回到杭州做了太守，这一次就修了苏堤。我们讲杭州的苏堤，还有杭州当时的水，西湖的水位大幅下降，因为不通，没有活水进来，所以苏东坡给整个西湖进行了疏通的工作，把水道整个建起来。在这一阶段里，他为杭州做了特别多特别棒的事。倒霉的时候是在1094年发生。1094年有2个女人去世，这2个女人对苏东坡都非常重要。第一个是皇太后，皇太后一旦去世，你知道你站错队，之前你是皇太后的人，现在皇太后去世了。第二个是苏东坡的妻子润之去世了。润之去世之前，苏家一直都非常顺利，所以润之是善始善终的。这时候上台的一个宰相就是张敦。张敦是一个心地非常凶狠的人。当时的哲宗皇帝只有18岁，你想一个老奸巨猾的宰相糊弄一个18岁的年轻人，这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。所以他跟哲宗做了几件事。
第一件事做的都特别过分，他说不要把皇太后的灵位放回我们的皇帝陵里边去。哲宗皇帝没有答应，这条幸好没有答应，这个太过分了。他连皇太后他都要推翻。接下来再要求把司马光的墓掘开鞭尸，因为之前在元佑时期司马光得罪过他，流放苏东坡，流放到岭南，这是宋朝第一个流放到岭南的人，之前从来没有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。在中原大陆的人看来，那种地方遍地都是那种瘴疠之气，没法住人的，所以大家都跟苏东坡告别，说这就要完蛋了。苏东坡就一路这么去到岭南，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，就是在惠州。他在惠州还发明了一个秧马，插秧的那个秧马。他看到当地的农民插秧腰都是弯的，很可怜，他就搞了一个能够伏在稻田上面的马，一个人坐在上面这么骑着可以插秧，所以当地的人对苏东坡是特别感念。在1095年的时候，也就是他们刚到惠州没有几个月的时间，朝云去世。朝云可能是得了流行病，当时的传染病。1095年朝云去世以后，苏东坡这个人就是爱写诗，又写了很爽的诗，日啖荔枝300颗，不辞常作岭南人，这不是叫板吗？我把你贬到岭南去了，你说你不辞常作岭南人，你这不欺负我吗？所以张敦说再贬，贬哪儿去呢？贬到海南岛。因为你知道苏东坡的字叫字瞻，海南岛那时叫儋州，这个儋州和那个瞻字是很像的，那个偏旁部首是一样的。所以张敦这个人多狠，儋州可是隔着海的，没有人去过的那样的地方，苏东坡成了个探险家了。而且你知道，最重要的是苏东坡在去海南岛的时候已经60岁了。60岁的老人家被贬过海，苏东坡说完了，此去完蛋了，这次乐观不起来了，然后跟所有人告别。在雷州跟子又见了最后一面，这次在雷州应该是他跟子由老兄弟俩见的最后一面，然后告别渡海过去。渡海过去没多久，苏东坡就发现了好玩的东西，就是生蚝。他说这玩意好吃，这东西没人要，遍地都是，随便架个火一烤就能吃，特别好吃。他给他的儿子苏迈写信，他说我在这儿发现了一个好吃的，当地人叫好，那个特别棒，告诉你，你要保密，别告诉北方的人，因为一旦你告诉北方的人，北方的人到时候都跑来吃这生蚝。苏东坡是一个在那种环境之下还能够生活的有趣的人，没东西写字自己制墨，自己去烧墨，每天烧得满脸都是黑的，因为他要写字，不写字不行，自己制墨出来。所以苏东坡在海南岛上过了几年，跟当地的土人也处得不错。因为当地原来的汉人统治者跟土人的关系非常糟糕，经常会有很多的打斗。苏东坡就劝他们不要这样，要教他们学文字，要教他们学习，要和平共处。然后他还自己研究中医，给大家看病。最后他自己的病也自己看，然后给当地的人也看病。其实日子过得还不错，但确实热了点。到了1100年哲宗去世，哲宗就那个18岁的小皇帝，苏东坡就收到圣旨说你可以回来了。到1101年的时候，在常州的船上他不行了，就是一路上他在船上住着，船上热气蒸腾，可能身体也不舒服，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苏东坡去世之前的这一段。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一世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的去对待的。这大概是1101年7月15日的时候，他的病情恶化，夜里发高烧，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，觉得身体特别虚弱。他分析症状，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，也就是一般所谓的传染病。7月18日，苏东坡把3个儿子叫到床前说，我平生未尝为恶，自信不会进地狱。嘱咐他们的儿子说，耀子有给他写墓志铭，就是他的弟弟给他写墓志铭，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路。他没有要求回梅州，他不想回到四川去安葬，他要跟他的弟弟在一起，在嵩山的山路上安葬。7月25日，
康复已然绝望。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为林方丈前来探望他，一直陪伴着他。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，他让方丈到屋里来以便说话。26日，他还写了一首诗。7月28号的时候，他迅速地衰弱下去，呼吸已经气短。根据风俗，家人在他的鼻尖上放一块棉花，好看到他的呼吸。这时全家都在屋里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，在他耳朵边说：“现在要想来生。”苏东坡轻声回答说：“西天也许有，空想前往又有何用？”他的好朋友钱世雄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：“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，尽管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来世，但是你还是要做如是想。”苏东坡最后的一句话说得非常有哲理，他说：“勉强想就错了，这个东西你不能勉强。”他前面说的是对的，我这一辈子未曾作恶，因为你知道佛家讲究的是因果，叫凡夫为果，菩萨为因，所以我只要前面没有做恶，我就相信我不会承受太过分的果报，所以现在再来想我要去往生西天，这就错了。所以苏东坡对佛教的这个理解是对的。儿子苏迈上前一步请示一教，但是苏东坡一言未发便去了。他的浩然之气用尽，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，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，由生活中遭遇而显示其形态。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：“浩然之气不依行而立，不势利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随死而亡矣。故在天为星辰，在地为河域，忧则为鬼神，而明则复为人。此理之常，无足怪者。”苏东坡已死，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，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，是他那思想的快乐，这才是万古不朽的。好了，本书精华内容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里是意林读书，如果您觉得我的内容还不错的话，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，顺便点击一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了。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。